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倩，你去哪了？怎么还没到家？电话那头，李强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满。我在看房子呢，我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？周末一起。我的话被李强急切的声音打断。我表妹张颖来了，她打算在城里开饭馆，需要在我们家暂住几天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张颖，我记得她，那次我们结婚回老家请客时，在一群女孩子中，她是最活泼的一个，总是黏着李强，不停地说笑。但我们只有一间卧室，你表妹住哪里呢？我有些疑惑。客厅有沙发，她说了不介意的。李强解释道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。虽然我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但毕竟是亲戚，也不好意思拒绝。那好吧，老婆，你真是太好了。李强的声音又变得温柔起来。然而，当我回到家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。客厅里横放着3个巨大的行李箱，各种物品散落一地，家里一片狼藉。这哪里像是来住几天的样子，简直就像是要把整个家都搬过来。我有轻微的洁癖，看到家里这么乱，心里一阵发毛。但想到只是几天时间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选择了忍让。嫂子，你们回来了。张颖笑着和我打招呼，她长得确实不错，皮肤白皙细腻，一点也不像农村来的。我尽管心里有气，但还是尽量保持微笑。李强把包扔在沙发上，对我说：“小倩，你快去做饭吧。”小颖远道而来，应该饿了。我压着心中的怒火走进厨房，开始乒乒乓乓地做饭。客厅里，李强和张颖两人谈笑风生，他们坐得很近，近得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我告诉自己，他们只是表兄妹，不可能有什么的。然而，饭快熟的时候，客厅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我冲出厨房，眼神掠过沙发，猛然看到我给女儿供的长明灯摔在地上，油青灯灭，玻璃灯罩碎了一地。谁砸的？我失声大喊，风一般冲过去，抖着手捡地上的碎玻璃。嫂子，我是觉得大白天点个灯怪吓人的。张颖怯弱的声音响起，好像我故意找茬似的。我怒火中烧，扑到张颖身边大声呵斥：“谁让你碰的？”张颖小女生一样，瑟缩着躲到李强身后，委屈巴巴：“哥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单纯只是觉得大白天点个灯挺奇怪的。”我轻轻一碰，他就倒了。听到张颖的话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抬手就要扯他的头发。“小倩，你闹够了没有？”李强吼我。张颖说了，只是不小心碰倒的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再说了，你那个破灯，我早就想给你扔了，你点它有什么用？哥，不怪嫂子，怪我。我以为。张颖蹲下身去捡地上的碎玻璃。李强说着转向张颖：“小颖，你不用管，你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，坐下歇一会儿。”我气得上下牙打颤，长明灯摔坏了，我生气，但更气的是老公对我的态度。我一边清理着长明灯的碎片，一边掉眼泪。李强好像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好听：“小倩，我知道你难过，可人总要往前看。孩子走了，无论你做什么都回不来了。走，我扶你回屋歇着，我来做饭。”我走过张颖的时候，却分明听见她小声嘟囔：“哼，一个灯而已，这个家早晚都是我的。”我心里一惊，她什么意思？可等我去看她，她又一脸无辜，好像我刚才听到的只是幻听。我回到卧室，心里惊疑不定，还没想出个所以然。大门咣咣被敲响，应该是我妈来了。我听到李强说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妈来干什么？1年前，
我生孩子疼了整整3天3夜，医生建议剖腹产，可婆婆坚决不让，结果胎死腹中。那是我第一个孩子，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个，因为医生说没有剖腹产伤到了根本，我以后很可能再没孩子了。我又恨又气，整日以泪洗面。要不是李强整天得陪着我安慰我，我可能就跟着女儿走了。而婆婆不但没有任何悔意，还高调的赌咒发誓，再也不会来我跟李强的小家。我们的事，她永世不再过问。这才过去1年，她就又来了。我茫然地坐在床上，思绪万千。小颖呀，你来了，路上累不累？客厅里，婆婆语气温柔，跟平时判若两人。我听到张颖爽朗的笑声，整个客厅欢笑声语。我这里冷冷清清，好像我才是个外人。那头不下崽子的老母猪没在家。王秀美的大嗓门像故意说给我听的：“妈，你小点声。”小李强压低声音。我怒火中烧，周身血液冲上头顶，操起水果刀冲出卧室，用刀子指着王秀美：“你嘴巴放干净点！谁是老母猪？生不出孩子还不是你害的！”李强拉住我，顺势夺下刀子：“小倩，你别激动，妈不是那个意思。”王秀美怒目圆睁，双手叉腰骂：“王小倩，谁给你的脸？你拿刀子是想捅死我吗？你来你捅啊！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凭什么还这么说我？”我气疯了，要冲过去，被李强抱住：“还反了天了你！你让他来，我看他敢不敢！”王秀美骂道。我既难过又生气，浑身抖得厉害，上下牙打颤，有点站立不住。“姨妈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”张颖劝王秀美，她生孩子的时候不使劲，可怜我孙女死在肚子里，还有脸怪我。王秀美尖酸的声音再一次响起：“是你害死了我女儿，你还有脸说这种话？你还是不是人？”我骂道。李强抱住我，将我拖回屋：“小倩，咱们的女儿在天有灵，也不想看到你为了她这样。”李强劝我，我扑在女儿的小床边，哭得撕心裂肺。要是女儿活着，她已经1岁了，会叫爸爸妈妈了，会蹒跚的挪步了。我哭得抽抽噎噎，门咯吱一声被推开了。张颖走进来，拍着我的背说：“嫂子，你别难过了，孩子没了，就再生一个，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小倩，妈这次来也是为了这事。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但事情已经那样了，我们光想着也没用啊。”王秀美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这会儿又温声细语地说话，我心里一惊。婆婆这是想开了，要是搁以前，她不得坐在客厅骂上3个小时。今天怎么变得这么通情达理？李强在我脸颊上亲了几下：“老婆，对不起，我知道委屈你了，咱们先吃饭，别饿坏了身体。吃饱了，你想怎么打我都行。对了，你不是想去易水湖散心吗？咱们明天就去。”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他们这样，我也冷静下来。我刚才是有点冲动，拿着刀吓唬婆婆，但我不信婆婆真的要对我好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倒要看看她耍什么花招。我稳定了情绪，跟着老公一起走到饭桌前。婆婆笑嘻嘻地将一小碗黏糊糊、黑乎乎的东西递给我：“小倩，这是我求的偏方，专门给你带来的，你吃了，保准明年就能生个大胖小子。”我接过碗，一股浓重的酸臭味让人恶心作呕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哗啦一声吐了出来。“妈，你不是不知道小倩的身体，你不要乱相信那些人说的。”李强说：“不能生就不生了吗？我找了好多人，这要来的不容易。”王秀美尖酸刻薄又暴露出来：“小倩，这药要是你不吃，生不出孩子，不要怪我。我仁至义尽了，
这才是王秀美真实的样子。我就说她怎么又突然来我家，原来是逼我生孩子的。能生我还不生吗？我披头散发地站起身。你知道我多想要个孩子吗？每天盼星星盼月亮等来了，结果因为你没了。我的子宫因为上次生孩子损伤了，医学专家都没办法。你的能是灵丹妙药，不管怎么说，李家不能绝后。1年内你要是生不出孩子，你就……王秀美狠劲又上来了，我彻底怒了，逼近王秀美。生不出孩子就怎么样？你杀死了我的孩子，你还有理了？妈，小倩，你们能不能别吵了？李强看着局势马上要控制不住了，他急得一嗓子吼出去。王秀美怒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，是我愿意吵的吗？这偏方我还花了钱托人买的，我哪件事不是为了他？你看看他是什么态度，又闹又是拿刀杀我，我都被气笑了，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妈，先吃饭，大家都饿了。李强说着看看我，给我递个脸色，我一会儿一定让小倩把它喝了。张颖也跟着劝，姨，这不是还有我呢，您别气呀，有他。我有点不太明白，关他什么事？不过那天婆婆没有硬逼着我喝那团黑乎乎的东西，总归是好事。我以为事情就算了，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无法接受的还在后边。我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，猛地从梦中惊醒，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，我看到李强抓着我的食指在手机上按。你干什么呢？李强心虚地将手机背在身后，脸上闪过几分慌张。老婆，你之前一直不是想看我手机？我刚想把你的指纹设置成我手机开机锁，你就醒了，那你多不方便。我觉得李强的举动有点奇怪，之前我想看他手机都躲躲闪闪的，如今又主动用我的指纹做开机锁。李强揽我在怀，我不是想学小年轻，搞点浪漫吗？这样以后你可以随时看我手机。真的吗？我笑着伸手，把你手机拿过来，我看看。李强将手机递给我的同时，翻身上来压住我，疯狂地在我脸上亲吻，温热的呼吸扑在我脸上。我渐渐意识混乱。李强把我的手机放在开机键上，手机似乎真的开了。我醒来的时候，李强没在身边。想起昨天晚上的事，我翻找了整个卧室，也没有找到他的手机。因为隔天休息，我起得晚，推开卧室门，闻到一股诱人的饭香味，我以为是老公做饭呢。走到客厅，只见婆婆坐在沙发上织毛衣。小倩，你醒了，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不多睡会儿。我吃惊，这是婆婆说的话吗？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良了？我挤出个笑脸，妈，没事，我睡醒了。张颖从厨房探出头，脸上堆上笑，嫂子，你起来了，饭马上就好。这时候门开了，李强扬扬手上的袋子，麻辣兔头，老婆你的最爱。李强提着麻辣兔头进了厨房，也不知道李强跟张颖说什么了。两人笑得很欢快，我心里一阵膈应。我跟李强结婚这么多年，他对我好是真的，可从来没有特意跑到外边替我买过吃的。他们是不是又要出什么幺蛾子，还是又在想办法对付我？我静观其变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洗了洗手，帮着端饭，8菜1汤，色香味俱全，饭看着还不错。小倩，菜好吃吗？王秀美问。我心思没在吃饭上，胡乱的回，挺好吃的。张颖做饭可是一把好手，要不咋能开饭馆呢？王秀美说。我才记起来，李强跟我说过张颖开饭馆的事。李强赶紧抢过话说，就这味道，饭馆开了肯定吃的人很多，保证能赚钱。
张颖长叹一声：“嫂子，我手艺是好，可开饭馆资金不够，我现在还着急上火呢。你手艺好，可以找人投资呀。”我随口说：“还是老婆高明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咱不是存了70万吗？还有你手上的那60万，都拿出来投资小颖。我估摸着半年左右，不仅能回本，还能赚一笔。到时候咱们买房钱就有了。小倩，你不是说工作总不顺吗？买了房你就别上班了，轻轻松松的在家养胎。”我还来不及反应，婆婆就说开了：“对对对，小倩，我也是这意思。女人这一辈子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，做什么？生孩子才是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事。”婆婆附和道。张颖夹一块牛肉放在我碗里：“嫂子，强哥找了一个好地方，新开的那家商场明润商场，设施完善，人流量大，凭我的手艺指定赚钱。原来他们在这里等着我呢。”我说：“怎么都给我好脸色？明润我知道，是一家新开的商场，我同学的小姨就在那上班，根本没有张颖说的那么好。前段时间我跟我同学一起去明润吃饭，他小姨还抱怨招商难，店铺都租不出去。老婆，真的这么好的机会，咱可不能错过了。李强煽风点火，房子啥时候都能买，没准过半年还降价呢。这几年我跟李强省吃俭用，攒了70万，就是打算买套房子定下来。最近看上了一个，业主要出国，100平米的房子只要130万，但前提是要付全款。我手上那60万是跟我弟借的。我跟李强本来打算这周末再看看房子，要是没什么问题就定了，有房子就有家了。我已经期待好久了。我看一眼李强，他躲过我的视线，低头扒饭。这真的是大好事，你表妹小颖很能干，你把钱放心的投进去，之后就是躺着赚钱。这么好的事，错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婆婆边吃边说。李强挥着筷子：“老婆，我也觉得这是大好事，你没点胆量，怎么赚大钱？”我拉着李强拽进卧室：“李强，那套房子地段好，精装修，现在买个毛坯130万都买不到。要不是我弟的朋友，人家怎么会给咱们这么低的价格？咱们不是说好了这周末去订房子吗？”李强无所谓的一屁股坐在床上：“有钱了，什么房子不能买？钱不应该拿来享受，应该去生钱。就你表妹一个人，她能撑起那么大一个饭馆。再说了，你怎么就知道一定能赚钱？我妈，村里再找2个人，这不就齐了吗？合着他们开饭馆让我出钱，而且不知道是我多心还是怎么。我总觉得张颖和李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不像兄妹，说不清，反正怪怪的。你有钱自己投去，别打买房子钱的主意。明天我还要去看房子呢。”李强霍地站起身：“王小倩，你可别忘了，那钱也有我的一半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都会投资。日子不想过了是吧？你爱怎么投就怎么投去。”我回娘家，我拿过包，随便塞了2件衣服，提着包就走，迎面撞上王秀美和张颖。“王小倩，你也太自私了吧！强子一心为你考虑，怕你太辛苦，才投资这个饭馆。你不仅不领情，还翻脸。”婆婆说：“饭馆开不成，我也没什么工作，就在这儿常住好了。”张颖阴阳怪气，我刚想反驳，李强吼道：“不是要走吗？马上滚！走了就别再回来了。”我又气又难过，捂着脸夺门而出。李强没有追来，要是平时我生气，无论是谁的错，他都会来哄我。我在路边拦了辆车，直接回了娘家。晚上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
盯着窗外惨白的月光，心里阵阵酸楚。距我跑出来已经大半天了，李强一个电话没打，一条微信也没给我发。突然我机响了，我一阵高兴，估计是李强发信息哄我的。我连忙打开手机，却看到银行发来的短信。打开信息的一刹那，我气炸了。打算买房子的70万全部转走了，手机号是我后来绑的，李强不知道。他总拿我俩的钱接济他那一帮子亲戚，我当时也留了个心眼。我本来打算半夜直接回去，又怕我妈知道，她心脏不好，要知道李强这样得气出事儿。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挨到天亮。第二天借着去看房子，不到6点我就离开了爸妈家。很快我回到家，婆婆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呼噜震天响。我奇怪张颖人呢？我放下包往里走，听到卧室隐约传来床的咯吱声，我瞬间头皮发麻，脑袋嗡嗡直响。李强不是说张颖是他表妹吗？他们怎么可能？回想着他们的种种，我突然发现只有他们和婆婆说他们是表兄妹，李强家的表亲根本没姓张的。我不敢相信，悄悄走了过去，耳朵贴在门上，门内的声音更大了。他们真的够狠，够贱，够不要脸，拿孩子的事3番5次的折磨我，转走我的钱，还骗我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冲进卧室准备撕了这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。这时屋里传来说话声：强哥，你把王小倩支开，我和妈去明润签合同。李强，放心，我让他有去无回，等他死了，有了他300万的意外险，强哥带你过好日子。我心口撕扯着疼，一个趔趄差点摔倒。我跟了李强这么多年，他居然想要我的命。王秀兰翻个身，嘴里叽叽咕咕说着什么，我只听到了一句：到时候连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停下脚步，指甲嵌进肉里。我不能这么莽撞，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心乱如麻，往外走的时候不小心撞倒了客厅的椅子，哐啷一声巨响，我连忙用手扶住椅子。王秀兰忽地翻起身，胡乱地披衣服，脸上赔上笑，故意大声说：小倩，你这么早回来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住心底喷薄而出的怒火。张颖呢？王秀兰神色慌张。这时候老公和张颖衣冠不整地走出卧室。我刚去卧室，因为手机刚才死机了，我想让强哥帮我看看。张颖紧张兮兮地说。我恶狠狠地瞪着李强，这就是你的好表妹？李强神色慌张，不敢看我。王秀兰瞪张颖，小倩，这事儿不能怪他们呢，你肚子不争气，我们老李家不能绝后啊，只能借张颖的肚子生个孩子，以后孩子喊你妈。只是咱们都是有皮有脸的人，不能让人张颖吃亏，多少你得意思意思。我都被气笑了，他们这么对我，我还得给他们钱，这是违法的，不然我们去警局聊聊。我气得声音发颤，我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李强跑过来拉住我，小倩，你别听妈胡说，刚才张颖确实是找我帮他修手机的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，你要相信我。呵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不是他商量着杀我的时候了。我甩开李强，跑了出去，在小区楼下，我给我同学小姨打电话，说明情况，让他务必阻止店铺签约。以李强的谨慎性格，选店铺要考虑各方因素，一时半会找不到新的。我跟同学关系很好，他很爽快同意了。我坐在台阶上，盯着天边的血红的残阳，心在滴血。我不能就这样算了，我得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推开家门，我看到李强、王秀兰、张颖坐在餐桌前，有说有笑。
像没事人一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住心中的满腔怒火，假装想开走了进去。王秀兰第一个看到我，她脸上堆着笑。哟，我就说小倩能自己回来吧，这不就回来了，快过来吃饭。张颖转过脸笑着说：嫂子，你回来就好，可把我哥给急坏了。我失笑，这帮人可真会演戏，既然他们这么想演，我就陪他们演到底。我走过去，坐在李强对面，盯着他的眼睛。老公，你也太过分了，人家赌气回娘家了，你一个电话也不给人家打。李强拉住我的手，深情地说：老婆，对不起，我当时也是气糊涂了。饭店咱们不投了，房子也不看了，我陪你去易水湖看看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吗？我猜李强是想支开我，好让张颖去明润商场签合同。呵呵，明润的负责人我打点好了，谁都可以签，就他不行。原谅你可以，但以后不许了。易水湖那边我们去住一晚。我说。老公眉开眼笑，行，都听你的。我躬身捡东西的时候，余光里瞥见李强和张颖相视一笑，明显是以为我进了套。哼，谁是谁的猎物还不一定呢。早上10点多的时候，我俩已经坐着车出发了。从我家到易水湖其实并不近，一路都是李强开车。整个旅途中，我装作很兴奋，不停和李强聊着窗外的景色。经过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我们终于到易水湖。李强拿起手机发微信，脸上不时地露出微笑。你笑什么呢？我问。没什么，就同事，瞎胡闹呗。李晨指着巍峨险峻的高山。小倩，你不是一直吵着要爬山吗？咱们现在就去。老公，你开了3个小时的车，也累了，咱们先去酒店歇会儿，爬山等明天再去。不用，我一点都不累。再说，咱可以坐缆车上去啊，我好好陪陪你。我将手机扔在车上。行，你说好陪我的，我们都不要拿手机好不好？抛掉手机，就当再度一次蜜月。李强犹豫了，我拿着手机可以帮你拍照啊，你带手机我就不去了，我想晚上去看。我赌气地说，行，咱们都不带手机。李强将手机扔进车窗。老公，你的车钥匙我装着吧，要不你丢了呢？我说。李强将车钥匙扔给了我，我装了4瓶矿泉水。老公拿着，拿这么多水干什么？李强问。喝呀，山上买水贵。李强有个毛病，不管去哪都不喜欢拿东西，所以他肯定会喝掉。一喝水他就想上厕所，我需要他上厕所的几分钟。我跟李强坐缆车不到20分钟就到山顶了。从山顶上往下望，几百丈的万丈深渊，深不见底的碧蓝色湖泊，确实相当壮观。不过这要是人掉下去，恐怕会粉身碎骨吧。可能冥冥中的示警，我总有种危险的感觉。老婆，你走前面。李强突然说。不行，我怕，我在后面跟着你。我亦步亦趋地跟在李强身后。李强突然拽住我，做事要将我推下去，然后又放开我，哈哈大笑的乐。我吓得一哆嗦，心里对李强的防备更甚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他是真要推我下去，或许又在下一刻胆怯了。毕竟杀人不是谁都能做的。我按着要跳出喉咙的心脏。老公，我们回去吧，妈和张颖在家，说不定会有什么事。我们都没有拿手机联系起来，不方便。提到他妈和张颖，李强明显很着急。他一拍头，对，咱们坐缆车回吧。我勉强的笑笑，好。坐缆车下来，李强果然着急忙慌的去上厕所了。趁李强上厕所的功夫，我打开了车门，将他的手机藏在了我包里。李强上厕所回来后，我装作着急的样子。
老公，你是不是没锁车门啊？我来的时候车门开着呢，不过我看了一下车上的东西没丢。李强一拍头，不可能啊，我明明锁了门，我不知道啊。我走到车前，一拉门就开了，那也许是我忘记了吧。李强说着探进车里找手机。啊，我的手机怎么找不到了？李强紧张地大喊：小倩，你的手机在吗？我的在呀。我拿着手机在他眼前晃了晃，我明明扔在车上了，怎么就不见了？他神色慌张，怒吼着让工作人员调监控。保安忙忙乱乱地调监控，查看现场。我搂住他的胳膊，深情地看着他。老公，我约了温泉，咱们先去泡温泉，让工作人员好好找找。你要是想给妈和张颖打电话，先用我的手机。我将我的手机递过去。李强连连摆手，不用，也没什么事。李强又探头进去找手机，借这个空，我告诉保安，我老公精神不太好，他的手机在我包里，让他们半小时以后把手机拿过来，就说找到了。我加了点小费，顺利买通了保安。回来之后，我亲密地搂住李强，老公，咱们先去泡温泉。我刚跟保安说了，如果找到手机，让他们第一时间拿过来。李强虽不愿意，但也没说什么。走了几步，他问，老婆，这温泉可不便宜，699一位，你之前都舍不得，现在怎么舍得了？嗨，我昨天晚上突然想明白了，什么钱不钱的，人最重要。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抠抠索索的压制着你，不让你乱花一分钱，想想挺亏欠你的。我盯着李强，有点兴奋地说，老公，要是饭馆投资成功了，咱们可就是有钱人了。我说着违心的话，心里别扭得要命。你真的同意了？李强异常兴奋。当然了，一本万利的事，为什么不同意？李强抱着我就地转3圈，走，泡温泉。我说，等保安拿着手机进来的时候，李强已经喝得七七八八，开始说胡话了。王女士，您老公的手机找到了。2P， 李强伸着手，手机，快给我，我要手机。我示意工作人员将手机放在旁边的凳子上。喝光了3瓶红酒，1瓶白酒，李强倒头呼呼大睡。我叫来了服务员，把李强抬到了床上。我拿过李强的手机，用他的指纹解锁10几个未接来电，10多条微信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打的，姓名为宝宝。我心中一阵恶心，打开微信，全是张颖发的。强子，媳妇可真是个蠢的，到现在都没发现。我以后再也不想偷偷摸摸的了。我要给你生个孩子，你把小倩稳住以后，给我发个消息，我就跟妈打车去签合同。我看到这些消息，怒火中烧。我深吸口气，保持冷静。早晚他们要付出代价。强子，合同签不了呀。明润招商的负责人说，公司内部正在整顿，看到快回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到底怎么回事呀？你倒是回个话呀。我失笑，你们以为老娘是吃素的呀？我给同学小姨打了电话，表示了感谢，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恢复了李强和张颖的微信聊天记录。原来他们1年前就开始有联系了，也就是说，在我因为孩子的死伤心难过，要死要活的时候，李强已经跟张颖联系上了。我翻看着聊天记录，心里难受到无法呼吸。直到我看到张颖发的这条微信，我彻底崩溃了。小倩不是很爱旅游吗？你找个机会带她去偏一点的地，推下山崖，荒山野岭的，谁能看见？到时候300万的意外险一到手，咱们不就有钱了吗？小倩这个人很聪明，我怕弄巧成拙呀。李强说，果然我在李强的手机里找到了
300万的意外保险单，被保人是我，受益人是李强。我想想都后怕，怪不得李强一直说要去爬山，要不是我一直走在李强后边，离他比较远，如果不是他一时怯弱，我可能已经粉身碎骨了。我擦掉眼泪，备份保存了所有的聊天记录，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李强婚内犯错，预谋杀人了。我换好衣服，出了酒店，驱车直奔银行。我拿着结婚证，我跟李强的身份证，补办了银行卡，将70万原封不动地转到了我自己的银行卡。我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婆婆，妈，我跟李强在去度假村的时候出车祸了，他现在昏迷不醒，你快过来看看，你这个天杀的，你可是害死我儿子了。通过听筒，我听到王秀兰急得喘着粗气。以前我听李强说过，他妈心脏不太好，这一壶估计够他喝的。咦，你没事吧？你醒醒啊！张颖焦急地喊。我装作听不见，大喊了几声，挂断了电话。我坐在咖啡馆，悠闲地喝着咖啡，估摸着李强快醒了，赶紧给他打了电话。老公，你妈心脏病住院了，你赶紧回来呀！真的假的？你是什么时候走的？为什么不叫我？李强说，那么紧急的情况，来不及呀，你睡得死沉，你快点来吧，你妈快不行。最后一句话是我瞎说的，其实我不知道王秀兰怎么样了，人家说恶人自有恶报，希望老天赶快收了他们。我打电话跟律师咨询离婚的相关事宜，突然我的电话响了，是交警打来的。请问是王小倩吗？你老公出事故了，你快过来看看，人现在在医院里，难道真的是报应来了？我匆忙赶到医院，心中充满了不安和疑惑，报应真的会来得这么快吗？一路上，我的脑海里不断回荡着这个问题。到达医院，我急忙向护士询问李强的情况。护士带我来到急诊室，我看到李强躺在病床上，头上缠着绷带，脸色苍白。他怎么了？我焦急地问医生。他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，头部受伤，不过已经脱离危险了。你是他的家属吗？医生询问道。我点点头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李强虽然可恶，但看到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，我还是感到一阵心痛。他什么时候能醒？我问。应该快了，他只是轻微脑震荡，休息一下就会恢复。医生说。我坐在李强床边，静静地看着他，他的脸色逐渐恢复了红润，呼吸也平稳了许多。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伤。这个男人曾经是我最爱的人，但现在我们却走到了这一步。过了许久，李强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了我，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，然后变得复杂起来。小倩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低声问道。你出车祸了，我当然要来看看你，我淡淡地说。李强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和不安。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，这个男人在背叛我，企图害我之后，现在却表现出这样的神情。小倩，他欲言又止，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，是愤怒，是失望，是伤心，但更多的还是心痛。这个男人曾经是我最深爱的人，但现在我们之间的感情却已经彻底变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，然后缓缓开口。李强，我们离婚吧。听到这句话，李强震惊地看着我，他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决绝地说出这句话。小倩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他恳求道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却没有一丝波澜。这个男人已经彻底让我失望了，我无法再相信他。我摇摇头，坚定地说：
不可能了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我转身离开了医院。我知道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艰难，但我必须这么做。我不能让自己一直活在背叛和伤害中，我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李强看着我离开的背影，眼中闪过一丝落寞和悔恨。他知道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我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他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或许这就是报应吧。他失去了最爱他的人，也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一切，而我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。离开医院后，我回到了自己的家。这个家曾经充满了我们2个人的欢声笑语，但现在却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看着四周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。但我没有停下脚步，也没有回头。我知道自己必须往前走，才能迎接新的生活。李强的事情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，也让我更加珍惜未来的生活。我会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，也会学会更加独立和坚强。而李强和他的家人，最终也因为他们的贪婪和自私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或许这就是生活的真谛吧。只有经历过磨难和挫折，我们才能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